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关于这个线材方面的测试，这一根线的话，我计划是6月份来测试的。老粉都知道，我们6月份经历了一次搬家，本来计划好的那一根线，我都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，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没办法的情况下，我自己又去买了一根过来，把这一根线测试和拆解做了。因为好多老粉他都在等这一根线的测试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这个线我又花钱买了一根，这个线虽然不贵的话，也花了我70块钱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绿联的240瓦的 C2C 的充电线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测试和拆解它。这一根线材240瓦的功率，这也是绿联家比较高端的一款 C2C 的充电线了，也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闪电派的系列。这里是绿联的标识，240瓦标识，充电器的实拍图片。USB-C 转 USB-C PD 快充数据线，背面是规格信息，充电加数据。传输速率的话，这是一个 USB 2.0 的速率规格。充电线跟数据传输的线缆是完全2种使用场景，大家不需要把它们混为一谈。这边是条码信息，这边是制造商信息。我们打开包装盒，这里还有一个盖子。数据线的话，就放在这一个卡座里面，这是产品的合格证，还附赠了一个绒布的收纳袋。这是数据线本体。数据线连包装盒的重量是185克，单数据线重量59克。数据线这边有一个收纳条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把数据线可以这样收纳起来。这个是真皮的，数据线为编织网设计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编织网的细节。数据线自带了2个护套，我们把它取下来，这是 Type-C 口的护套。两头的数据线端子做工非常的精致，上面都有绿联的标识，另一面的话就没有标识了。这个图案设计非常的精致啊，有点赛博朋克的风格。数据线护套的宽度 11.5 毫米，护套的厚度 6.5 毫米，护套的长度为25毫米，连下面防折断的设计一共35毫米。数据线的直径 4.1 毫米，也就是4毫米吧。数据线的整体长度为1.5米，大概多了42毫米。线材的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。这个线材的测试的话，我们首先就是读取它的内部芯片的信息，然后就测试线组，然后就是再来测试一下它的数据传输的速度，还有它的抗拉力的情况，我们都要测试一遍，然后再进行拆解。首先我们用仪器来读取它的内部 eMark 芯片的信息，这是我们用仪器读出来的内部 eMark 芯片的信息。被动型数据线，这个方案写的 undefined， 我们后续拆解的时候看芯片就知道了。供电能力55安，240瓦1撇 2， 速率规格 USB 2.0。下面则是这个数据线的版本信息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用这一个智翔的仪表来测试它的线组的情况。这个线材1:5长，线组只有100毫欧。绿联的线材做工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5伏、9伏、15伏、20伏、1安和3安的电流，我们都要测试一下。5伏1安的压降值 0.1 伏。5伏3安的压降值 0.3 伏，9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 伏，9伏3安的压降值 0.3 伏，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 伏，15伏3安的压降值 0.31 伏，20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 伏，20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 0.31 伏，20伏5安100瓦的功率输出，这边输入的话就只有 97.7 瓦，100瓦功率输出，丢失功率 2.3 瓦，2.3 瓦功率就以热量的形式散发走了。这边输出140瓦，这边接收 137.7 瓦的样子，也是丢失功率 2.3 瓦。线组100毫欧，丢失功率 2.3 瓦，就证明这根线做工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根线材，我用这一个20 Gbps 的硬盘盒来测试它的数据传输。它的读取速度的话，我们用软件测试出来可以到44兆，写入速度39兆每秒，符合 USB 2.0 的一个传输标准。我实际传输文件，我传输到这个硬盘盒里面 10.7 GB 的文件，实际传输的话需要5分多钟，平均速度37兆每秒，它也是符合 USB 2.0 的一个传输标准。如果想追求更快的速率的话，大家还是选择专用的，比如雷电4 USB 3.1， 比这种线要快很多。这个应付平时的传照片啦、传小视频啦，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个数据线各项测试都测试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是给它做一下拉力测试，看它能够扛多少拉力。编织的线材一般的抗拉力都是非常强的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拉力测试。
它断裂时的拉力公斤数是80公斤，这个线材里面全部都已经断了，但是这一个弹力非常的足，线都断了，这个皮还没有断。我们现在来做第2次拉力测试。它的拉断时的拉力公斤数是84公斤，也就是说这个线82.3公斤的力就可以把它拉断，但这个线做工也是非常不错的。2次拉力测试，它这个外皮都没有断。这一根线材所有的测试我们都测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拆开看一下内部的用料。这一根线材的外壳也是用的合金的材料，应该是铝合金的，做工非常的精致。我们先把它切开，2个外壳都已经被切开了。这个带图案的是一个塑料块，它是镶嵌上去的。这是我们拆下来的外壳组件，护套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的透明的塑料。这就是保护数据线芯片的钢片，这内部还有高温胶带进行缠绕，还可以看到内部的 eMark 芯片。这个是用来保护芯片的最里面的一层塑料。把外面的胶全部清理干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根数据线，它也是配置了2个 eMark 芯片，而且背面的话还有一个3极管，这里还有一个2极管，用来保护芯片或者是用来稳定电压。其中一颗3极管被我拆的时候，这个胶实在是太硬了，把这个3极管直接剥下来了。这2颗 eMark 芯片适应型号 332C，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——深圳汇能泰半导体。这是一颗用于电缆识别应用的 USB Type-C eMark 芯片，它符合 Type-C V2.1， 还符合 PD 3.1 和 USB 4规范。芯片由 Wacom 1或者 Wacom 2供电，内置的 OTB 可以通过 CC 线缆或者 I2C 总线进行编程。芯片的额定温度范围为40度到85度，可以在 2.7 至 5.75 伏的宽电源范围内工作。内置增强型系统 ESD 保护，可以大大改善系统的可靠性。我把这个线缆切开，给大家看看它的横截面。这就是线材的横截面，内部的线芯非常的多啊，用料很扎实。这就是拆解下来的线材的编织网，这个就是线材弹力十足的硅胶外皮。线材内部的线芯我直接就拿出来了，它有4根抗拉纤维绳子，这个是起到抗拉作用的，只有4根，一共6根裸露的镀锡的多股线缆，作为负极的电流传输作用，非常的夸张啊！一共用了6根，2根红色的线缆作为正极的电流传输线缆使用，这一根蓝色的线缆为 CC 线缆，低加低减线缆，被这个铜箔包着的，对数据传输非常有好处。而且这个铜箔是紫铜箔，用料非常的舍得啊！内部竟然还有一层铝箔，而且还是一种附了一层黑色的膜在上面的一种铝箔。2根线数据屏蔽线使用，白线和绿线为低加和低减线缆传输数据用的。这个是低加低减线缆和 CC 线缆内部的线芯，全部都是采用很亮的镀锡线的铜丝，而且 CC 线缆内部有抗拉纤维，另外2根则没有抗拉纤维。这个是用作电流传输的，一共8根线缆，6根裸露的为负极，内部都有抗拉纤维，全是很亮的镀锡线铜丝。2根红色的作为正极，内部一样的有抗拉纤维。这就是绿联家闪电派240瓦充电线内部所有的线缆。你们觉得这个线材的配置和做工怎么样？你们说了算。这一根绿联的闪电派系列240瓦充电线，编织的设计，各项的测试数据都很不错，做工和用料符合大厂的品质，符合绿联一贯的好质量。整根线的线材 1.5 米，只有100毫欧，压降值也是非常的低，100瓦功率，损耗仅仅 2.3 瓦。内部弹力十足的硅胶外皮，独特的线芯设计，数据传输低加低减的线缆采用的是紫铜箔和铝箔单独的进行屏蔽。大电流为了降低线阻，它竟然采用了6根裸露的负极的线缆，确实是很少见啊！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订阅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